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六缸分油盘。从桃园来的300CE1989 300CE 12V 的六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因为这车子1989到现在2021已经有32岁了。老宾士什么都不坏，就是分油盘供油系统供油系统被我们的油箱污染了。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经过32年，如果不清理的话，那里面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把我们的管路水垢水龙头造成我们流量不足，或者是说水管生锈。油箱是提供汽油的地方就像楼上的水塔。那32年下来呢，最大部分就是油箱的铁锈这是污染源。再来是汽油的挥发掉之后留下来的胶质，还有加油站的沙子。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为什么怠速不稳定？OK， 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94842。好，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的堵塞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在160ml 左右那经过32年以来它堵塞，可能整个供油系统堵塞，尤其是我们这个喷射系统。喷射系统的话它是因为要产生高压，里面的油道必须要很细小才能产生高压，结果会造成我们的堵塞。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电喷的话呢也会堵塞，只是电喷它出入孔喷油嘴出入孔比较多比较没有这样严重。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分油盘堵塞太严重了。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160ml，结果呢，第一缸95，第二缸80，第三缸90，第四缸80，第五缸110，第六缸80。哇，这堵塞是太严重了我几乎只出油出了60%，那160跟平均它的出油量，我这个也没办法算了，应该在90又不到，好吧，就算90的话，那也少了70ml等大哥把这颗分油盘拆下来整修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的要求160ml。这部从桃园来的300CE 12V 的六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参差不齐，大概是从90ml从80ml到120ml之间那出油量是高低不齐。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到170之间。如果以这个出油量90ml平均90ml的出油量跟170差了80ml整个出油量根本都一半都不到。
所以这部车子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推测它这部车子它高速根本跑不动低速启动可能也困难怠速也会抖动如果继续开的话，就稀薄燃烧，供油量不足，稀薄燃烧，引擎就会高温。所以说，车主跟我讲说，引擎是都会到水温都会在100度左右希望我们这次也应该把这供油量调整正常以后，整修到正常的出油量，混合比正常的话，那它就不会稀薄燃烧，水温理论上应该会降下来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94842，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从90末的出油量调整修到160、170是不是达到厂方的要求？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经过30多年的使用引擎不坏，因为这个年代的老宾士，1980、1990年的老宾士，它造车的哲学是坚固耐用，用不坏，然后安全舒适如果以引擎的话，它的缸体是铸铁的，比较重，但是不会热变形跑个50万公里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呢，供油系统就堵塞了，这是自然现象，每一部车都一样除非30年以后的车子还要再开，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经过整修过之后呢，分油盘它也没有坏，它是堵塞它不是活动件照理说应该时间到，照理说它在堵塞的话，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情吧。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变化。从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68，第四缸165，第五缸165，第六缸158。平均的误差我们看下来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94842，从桃园来的300黑色300CE 12V 的分油盘完修测试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我们在低速的时候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它的结果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4842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测试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次的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误差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5，第二缸198，第三缸198，第四缸198，第五缸195，第六缸193。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误差在3%以内，我成绩相当的优秀经过30多年以后的车子，如果我们不报废要继续开
我们一定会面临到一个油箱污染我们供油系统，尤其是喷射系统的问题。经过这次喷油嘴换新分油盘整修过之后它理论上应该在使用20年不应该再堵塞了如果说我们不可能说楼上的水塔上个月才清，这个月又堵塞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检讨了。因为分油盘它本身不是消耗件，它只是污染堵塞了，我们只是把它清干净喷油嘴它是消耗品我们就必须要换新老车不怕开，就怕老车不开只有30年以后的车子，只剩下宾士车可以在路上跑因为老车都会有积碳的问题积碳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去清积碳，因为如果化学药水它毕竟对车子的引擎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不可靠的那个化学药品我们只要高速公路常常跑一下，高速公路把表面的积碳清掉汽油我们用95的无铅汽油原车可能希望用92，但是因为积碳我们就用95的油箱维持半桶油，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它里面会有铁锈尽量维持半桶油，让下面的铁锈生锈的部分不要再跟空气接触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最好常常开，因为这个年份的老车不管126、124它的耗材消耗件因为车口数多的关系，所以它不会有缺件的问题，而且价钱比国产车可能还便宜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